嗨，大家好，所以今天我要 review 的车就是一辆 Evo 3。嗨，大家好！所以今天很幸运的，我可以借到一辆 Evo 3来给你们做 review。所以首先我要感谢这辆 Evo 3的车主，也就是 Hubu Tyre 店的老板。Alright， 所以现在我就很简介的介绍。我觉得 Evo 这款车应该不用什么介绍了吧？因为我觉得如果有玩车的人都会知道 Evo 是30的当家跑车。它不止在越野赛、Rally 赛中得到很好的成绩，而且它在赛道 Time Attack 的成绩都是响当当的。所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辆车。好的，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这辆 Evo 3的 Engine Bay 如何。如果你们还有多少质疑的话，就让你们看看，这可是正宗的 CE 那 A， 就是正宗的 Evo 3的车身，不是本地的 Vera 或者什么东西 convert 的。还有一样就是我刚刚从车主那里知道，就是如果要分辨的话，就是可以看这些像这些的那些 welding 的 point 的话，原厂 Vera 是不会有的，这个只是 Evo 车身才会有的一些小细节。然后自我所知道是车主要尽量把这个东西弄得越原厂越好，所以他暂时还是用回这原装的涡轮跟原装的 extractor。唯一我所看得到有改过的是这个 wastegate， 所以我觉得这个 wastegate 也是蛮重要。如果你们要玩一些比较高 boost、high boost 的话，一个 aftermarket 的 wastegate 是绝对比那个原装 turbo 来的那个 wastegate 好的很多。然后如果你们对 Evo 这类引擎熟悉的话，你们会发现到这辆车的 airflow sensor 已经不存在了。很多人都会买一些 aftermarket 的 standalone 电板来去除掉那个 airflow sensor， 但是这个车主竟然用了另外一种蛮特别、蛮有趣的方法来做。你们猜得到是什么方法吗？车主就是改用了这个 Honda Civic EG6 的 VTEC 电板。对，你们没有听错，它就是用这 VTEC 的电板。所以就是因为它现在走这的 VTEC 电板，所以它就可以把那个 airflow sensor 给脱了，用上了 map sensor， 然后还有用上了 K20A 的 ignition coil。好的，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讲一讲它室内的东西。车主要把它弄得越原厂越好，所以当然不用讲了，这个是原厂 Evo 3的 dashboard， 我相信很多玩 Proton 的人都应该看得出。然后 meter 也是原装 Evo 的，这个也是原装 Evo 3的方向盘跟原装的 gear knob， 是不是有一点像 Vera 原装的呢？是你们所看到的话，这一套 Recaro 椅子跟后面的椅子全部也就是原创 Evo 3的椅子，所以这个 condition 全部都是还蛮好的。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上路了。我真的很好奇，想知道一个搭配 VTEC 电盘的 Evo 3的表现是会如何。所以我们现在就试驾看好吗？brake 果然是蛮吃的，虽然只是 twin pod 而已，可是我觉得都很足够啊。这个就是我喜欢四驱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转弯的时候，那个油门你就只是开着去而已，根本不用去理会什么 understeer、oversteer 之类的东西。所以你四驱转弯的话，你比起前驱或后驱，你可以开油门的时间比较早，而且能够开着比较久的油门。这个就是它转弯的大好处。而且它有蛮多的那个咬地力，所以加起来它给你的那种安全感是蛮大的。还有呢，是我叫了这个 Evo 3，发现到就是因为 Evo 3它还是 full mechanical 的，它不像那种 Evo 4开始有 AYC 的协助，所以我本来是觉得会有蛮严重的推头的感觉，但是加了一下子。它一点那种推头的感觉都没有，所以我觉得是我对它的评估有
我想象中的好很多。惨了，我开始喜欢上 Evo 这辆车了。现在明白为什么 Evo 这款车，比如在 World Time Attack 啊、计时赛的比赛中，都是一辆很快的车，绝对能理解。因为我们讲这个是原装道路版，都已经是很快很快的了。好，大家，所以自从刚才驾完了这个 Evo 3过后，我本身对 Evo 3的看法是完全改变了。因为以前我为了觉得 Evo 3，因为它是 fully mechanical 的四驱车，我就觉得它会比较偏向 understeer 一点。但是经过今天驾了这辆 Evo 3过后，我对那个的观念完全改变了。所以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可以讲我是蛮喜欢 Evo 这款车。更让我兴奋的就是这辆竟然是一个拥有 VTEC 电版的 Evo 3，所以刚才我讲的，我很想知道它的性能会怎样，但是我觉得它的性能蛮不错啊，都不会讲有奇怪的事情，或者一些奇怪的 misfire 或者补油不够之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能够实行的一个不错的改造方法。但是我知道，如果你们是那种纯真要玩 original 的话，你们一定不会喜欢这种改法。但是这个是个人的兴趣，所以要紧车主用了他开心那就好。所以现在如果你们知道谁有一辆原装的 Evo 3的话，肯给我 review 的话，请在以下留言箱给我知道，因为我很想试试看原装的 Evo 3跟这辆 Evo 3的比较性能是如何，因为究竟这个也不是原装电版。好了，所以今天的 review 就到此为止，所以我要多谢 Hub Tires 的老板今天抽出时间来让我 review 他的 Evo 3。这辆车我所知道也是他才刚买跟做好不久，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他肯让我这样拿来做 review。所以如果你们喜欢这一集的话，请记得给他一个赞，也别忘了在以下留言箱留下你们的留言，也别忘了分享这一集出去，和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我们下一集再见。